嗨，大家好。转眼呢，我从灵山岛街那边开着车已经来到了横沥岛街。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更是一片建筑的工地，但是跟1年以前，哪怕是半年以前比较呢，这里的马路都已经修建了很多的主干道，边上呢也有很多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我相信有些房子呢，甚至已经在那里开售，已经卖掉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属于民族湾区的一块宝地。这个横沥岛街呢，从面积上来讲，应该要超越横沥岛街但它也是深入到礁门水道一个半岛的尖尖，所以都称之为岛尖。好，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岛尖上面去环一周，看看目前的建设的进展。你看这些主干道呢，原来都是没有路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开出了宽阔的马路而且应该说已经初具规模了。在这个岛尖上呢，以后会有很多的河冲，天然的、人造的，所以会有很多小桥流水的景色。但现在呢，这个一切都还看不出来，只是看到一整片发展的区域，建筑的工地。最近呢，南沙迎来了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明年2025年呢，在年底的时候会召开全运会，就是全国运动会。它主会场呢将落在南沙的万顷沙，现在呢在那边正在建一座体育中心，那肯定呢也是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等。而那个位置呢，恰恰就在南沙的最南面21冲的位置，而外面呢就是深中通道经过地方。深中通道呢已经开通了，过段时间准备去走一走这座横跨珠江口、连接深圳和中山，但是也会途经南沙的这座又有隧道又有大桥全长应该20几公里的一个大的通道。但是呢，从南沙到深中通道的那段支线呢，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之中，并没有同期开通。但是呢，根据网友们发出来的照片，其实路面已经铺设差不多了，现在呢就等桥上的一些设施的安装等等吧。相信呢过不了多久也会开放。
前面呢有牌子写着国际金融论坛会议中心，这个应该是它正确的全称。那么它的英文缩写呢叫 IFF 这么一个名字。同样的，这里呢我已经来过非常多次了，应该说每过半年甚至几个月就会到这边来闲逛一圈。其实也并不是说要去感受这种建设这种热度，更多的呢其实就是骑行嘛，就是要找一些有一段时间没去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啊。就你看，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荒凉，就已经有了很多建筑物啊。今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大概室外温度是34度吧。刚刚我在灵山岛间骑了大概半个来小时，就已经出汗了。虽然呢也有习习的江风，时不时呢也有一些乌云遮蔽太阳光，但毕竟还是比较热的。但我觉得骑的时候还好啊，就是你在骑行的时候呢，迎着江风啊，这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右前方呢就是这个木棉花形状的 IFFC 国际金融会议论坛会址了。我没有在晚上来过这里啊，有人说他有一阵子亮灯的时候啊，从远处或者是从天空来望这个论坛的会址呢，还是非常的漂亮的。那我相信呢，再过个5到10年啊，周围这些都已经建设完工的时候，我相信呢会是更美的一片区域。原来边上这座建筑物啊，是东方岭南酒店。我的右侧的这一组建筑物呢，都是这个 IFF 的附属的建筑物，配套的设施。这边呢就是北门。看来左侧都被围蔽了起来，里面呢应该都在进行绿化、公园化的施工。
就原本呢可以到江边去骑一下啊，以前都曾经来过，但现在呢都被围闭了起来，所以我们就快快的通过一下吧。好像左侧呢还是有一段啊开放的江岸，我们先到这个会址这个地方去打卡，然后呢就到对面去走一走。眼前的呢就是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啊，说是一朵花，还不如说是展翅将要腾飞的一只大鸟。看来这个会议中心的会址前面呢这一段的滨江道呢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在这边到江岸边去走走吧。但是呢似乎也仅限于此了，前面呢正在建很多的住宅的大楼。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岸啊，还在建设过程当中。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横沥岛间的江岸的边上了，跟刚刚在灵山岛间的江岸呢，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啊。你看啊，这边呢，这条清水的步道啊，外面就是开阔的水道，这个水还是非常的满。但这边望过去呢，有一座红色的很漂亮的桥啊，这座桥呢就是明珠湾大桥。
所以这2个岛尖加上对面的这片区域呢，就共同组成了南沙区的最中心的位置，就是明珠湾区。所以我们姑且在这条江岸上随意的骑行一下。看来今天是要下雨的，你看乌云已经开始聚拢。但是在这个前方呢，就在修建了，而且这个速度应该挺慢的。我上次来的时候呢，就修到这边，并没有任何的进展。我估计房地产不景气政府的卖地的收入大减，有很多的投资支出呢，一定会捉襟见肘的。那我们就在这边呢，看看江吧。这一片施工的区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草坪，但现在呢，啥也没有就是看看江而已。然后这个江里呢，也有很多垃圾，应该这个水呢，都是上游的那些河道冲刷下来的垃圾。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告别这个金融会议会址，向这个横沥岛尖出口地方骑回去。这是明显的经济不景气呢，一定会影响着政府的税收，所以并不是只有小老百姓过紧日子。政府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有时候两难一边呢，他要紧缩开支，因为确实钱少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必须要加大投入，要趁机呢搞更多的工程，来增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并且呢，在等到某一天经济复苏的时候呢，有更强的发展动力但是问题是钱从何来？所以有时候也是挺矛盾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说呢，在这个岛上真的是一个很少人的岛上，看到的车辆呢，大多数都是那种运输建筑材料、建筑垃圾的工程车辆。就看来工程呢肯定是没有停的，但是节奏是不是变慢了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作为政府来讲这个规划10年、20年，要把原本边缘地区的南沙建成一个大湾区的中心，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城市来讲的话呢，
真的这个是非常疯狂的一个大手笔的投入。那但愿这些投入呢，是下一个时代会变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不是呢欠了一屁股债，最后变成一座看似漂亮的死城、鬼城那个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对很多的具体数据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呢，通过我们2只脚行走，有时候我们就骑个车来转转，隔了一段时间呢，看看这边的进展等等呢，也会有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就很多东西呢，真的有可能事与愿违，不见得美好的想法呢都会有非常好的结果。当然这个只是小老百姓的杞人忧天而已，最终呢我们就还是要向前看，看看多久以后再来的时候呢，就会有更亮眼的一些成果。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为这种发展做太多的贡献，但是作为时代的同路人，能够在国家发展的这种时候做一个见证者，哪怕是旁观者，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要搞隧道的地方了你看这个工地里面搭了很多标准的工棚，就是那种建设者在这边居住的地方。我看呢，应该都是安装了空调的就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呢，也比以前要完善了一些。看到对面大大的2个越秀2个字的 IFC 那个楼呢，就是灵山岛尖的楼。这边呢，他把路给封住了我们就不过去了。就这个隧道呢，就在我的左侧，要通到对面去，连接2个岛尖。
横沥岛街呢，原本要比灵山岛街面积要大，范围要广，但是因为这边毕竟还没有正式的启动，你看到马路两边呢都是一些空地，所以呢，我们就匆匆走过，反而骑起来呢比较快捷。我已经看到凤凰大道啊，也就是在前面有一个凤凰二桥，我刚刚就从那边开车过来的。也就是说，到了桥下呢，就是我在横沥岛街这一段骑行的终点了。横沥岛街这边呢，有18号线的地铁站横沥站啊。我以前呢也曾经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带着我的单车搭乘18号地铁来到这边呢骑行过。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翻看我往期的在横沥岛上的不少的视频，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好了，现在呢我已经快到我停车地方了，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句再见。我们在这边结束我们在横沥岛间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